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订阅我的频道，读懂 K 线背后的秘密。今天是北京时间2022年8月4日晚间22点37分，七夕节，祝大家有情人终成眷属。那么在这里呢，为大家介绍比特币的行情。首先呢，我们看一下外围市场表现啊，道琼斯工业指数出现了连续多日的上冲回落的动作。这个上冲回落动作呢，主要是围绕120日均线构成的。我们看到了120均线已经构成了目前道琼斯工业指数的一个重要压力位啊。这里呢，如果上冲不过的话，非常容易出现持续的回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道指呢，我们知道目前正处在周线级别第三轮的下跌西游过程当中。第三轮下跌西游开始的悟空阴线是从6月6日这根阴线开始的，两个大阴线我们看到了，分别是悟空阴线和八节阴线。八节阴线走出来之后，第三轮的周线级别下跌西游，八节阴线走出来之后，出现了日线级别的反弹。日线级别反弹呢，我们观察到了日线级别反弹出现了一个上涨西游。这个上涨西游呢，走到120日均线这里啊，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再往上走呢，它有可能出现的是什么呢？对称性的周线级别的下跌和对称性的周线级别的上涨啊，它是完全时间级别对称的。所以呢，120日均线构成了一个目前的一个压力位，但呢，它现在的回踩和回落呢，我认为时间级别还不够，所以呢，这个位置呢，更多的是道琼斯工业指数在这里会出现持续的震荡。那它的一个震荡呢，会给上证指数和比特币带来一个相对来说一个机会啊。道指呢，上证指数和比特币啊，会出现一定的轮动关系，所以呢，目前道指反弹日线级别反弹完成之后，它的震荡过程会给上证指数和比特币带来一个新的机会。那比特币这里呢，我们来看啊，目前来看啊，我们在日线级别上啊，分别画出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这样呢，我们看到这个结构，这个反弹的结构，目前走到这里，我们没有明显看到它完全走完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这个行情当中，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没有形成一个相交的位置。我们认为一段行情最终能够走完的，它的一个过程会形成一个收敛三角形。什么是收敛三角形呢？就是在我们图上可以看到它的焦点，这个焦点呢是我们的肉眼可以观察到的。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认为目前几个交易日比特币虽然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回调但在它结构没有完全走完的情况下，我认为它的反弹行情还容易继续走下去。同时呢，它的反弹目标位我们认为是一个连线的位置上，我们认为它的这个反弹目标位是应该能到达27000美金到3万美金这个区间。其中27000美金是由上轮行情日线级别波峰连线连接过来之后形成了一个压力位这是27500美金。到达这里之后呢，我们认为上方还有一个压力位是在3万美金。3万美金就是我们133日均线和169日均线就是我们黄色线和绿色线构成的一个均线上的压制。所以呢，整体来说，盘面上最重要的一个压力位就在27500到3万美金区间。在当前行情没有走出焦点的过程当中，我认为反弹行情还能够继续。同时呢，这个反弹行情是对前面下跌过程当中形成的筹码缺口进行的一轮回补。这个回补时间点呢，我认为是在当前7、8、9、10月份7、8、9月份起码是。这个过程是相对漫长的，在这个漫长的过程当中呢，非常难以把握这个方向。所以呢，我们在最近一段行情当中，我们觉得这个行情比较难做了，多空比较不好把握了，因为反弹逐渐走弱势。但呢，我认为反弹虽然走弱势，但是在日线级别上，这个弱势呢，是由于日线级别上走到了一个杀分位的这个位置上。日线级别的杀分位呢，在 K 线西游战法里面代表了我们的人生，我们的人生多震荡，所以日线级别杀分位这个位置上更多的震荡，更多的反复调整和反复的上冲。所以呢，我们感到这个位置难做。但最终呢，我认为在周线级别第三轮周线级别下跌西游完成之后第三轮还没有完成，完成一半了，但是
这个位置呢，低点17622出现之后啊，它还是容易走出真正的完整的日线级别上涨西游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本轮行情它是超跌的啊，在18年的行情当中和15年的行情当中啊，比特币的第一轮的跌幅形成平台的这个位置的跌幅都是70%，而当前的这轮行情17622出现之后，它的跌幅是达到了75%啊，超跌了5%啊。根据历史行情，我们认为这个17622点是超跌了5%，超跌之后呢，我认为它的反弹行情可能会更激烈一些。虽然当前行情没有完全走出来，我们看到震荡在这里，但是行情还是有机会，只要是不跌破支撑啊。什么是支撑呢？我认为22000这个位置上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强的一个支撑，因为它的底边线啊在这个位置，也就是波谷的连线在这个位置上，在这个位置没有跌破，甚至跌破一点也无所谓的情况下啊，我认为行情的反弹呢还有一些机会。同时呢，我们看到了刚才说的外围市场当中，道琼斯工业指数啊出现了一个接近120均线这个位置，它出现了一定的震荡啊。同时呢，这个震荡给了上证指数和比特币一定的机会啊，因为整个金融市场是一根绳上的几个蚂蚱，每一个板块都有机会，但也同时存在联动。所以呢，在当前行情当中，多头啊，对于多头来说还是可以耐心持有一段时间。那对于空头来说呢，我认为更好的机会就是在我刚才提到的一个点位上啊，这个点位呢是非常重要的啊，它是由这个前面波峰连线连过来之后的啊形成的一个点位啊，一个是27500，一个是3万美金，分别是波峰连线形成的压力啊，还有这个均线系统啊，均线系统也就是133和169这个均线系统形成了一个压力。在没有到达这个位置之前呢，空头需要耐心等待机会，多头呢需要耐心持有仓位。然后呢，目前以太坊啊，我们观察到它形成了一个什么呢？飞机带翅膀的一个结构，这就是行情当中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一个对称型的结构。我们看到了前方波峰连线啊形成的一个支撑，在这里面起到了一定作用，同时波谷连线形成了一个压力，在当前以太坊的日线行情上同样起到了一个作用啊，同样起到了一个支撑的作用啊，一个压力的作用，分别是由前面行情当中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构成的。这种情况下呢，我认为当前以太坊走出了强势于比特币的日线级别上涨西游，强势之后呢，它就有机会放大这个时间级别啊，也就是说时间周期切换、方向切换啊，它有这个原理存在。日线级别反弹，我们看到已经产生出来了，已经走出来了，这是它强于比特币的。比特币的日线级别反弹仅仅走到了沙僧位的这个位置上，但以太坊这个日线级别反弹已经完全走出来，并且在反弹的过程当中遇到了压力，遇到了阻力。在这个阻力过程当中呢，我们认为啊，它就有可能酝酿什么呢？酝酿一个周线级别的上涨西游啊。周线级别上涨西游，我们通过合并 K 线可以看到，这里是周线级别上涨西游的一个沙僧位的这个位置上，周线级别它在这里面容易存在更多的震荡，因为我们刚才前面说了，沙僧位代表人生多震荡，所以呢，在这个位置上，以太坊的多头也需要耐心等待，等待什么位置呢？等待行情能够横到这个弧形的压力位附近，或者是能够上涨到这个压力位附近啊。这个压力位呢，我们看到了是由整个行情啊，整个这一轮行情周线级别波峰连线连过来的，所以呢，这个压力是非常具有参考性的啊，非常具有参考性的。所以呢，多空需要耐心等待，空头呢需要等待它接触红线这个位置，那多头呢需要耐心持有，等待这个周线级别反弹完成
在行情当中一定要压对自己的方向啊！当前行情是一个熊市，但是呢，熊市当中是有一定机会出现反弹的，特别是这轮行情是以太坊和 ETC 它的反弹带动了整个6、7月份的一个上涨特别是以太坊可以质押之后，并且它的利息翻倍之后出现了一轮行情，带动了 ETC 和以太坊这个以太坊和以太坊经典它们两个轮动的上涨。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认为以太坊还是很容易出现周线级别上涨息口的，特别是在目前来看，它已经走出强于比特币的行情强于比特币的行情当中它有可能把这个时间级别升级到一个周线级别这样呢就很容易到达我们的目标位。我们的目标位是$1900到$2100这个区间附近在这个区间附近。为什么说这个区间附近呢？第一点是我们看到了周线级别这个弧形波峰连线连接过来之后能够到达这里。第二点呢是前面行情当中白色线这个白色线波谷连线和波峰连线在这个位置上同时存在一个压力位，这个压力位的区间呢就是$1900到$2100所以呢我们多头的目标点位在这里，同时空头的布局时间点也在这里为什么我们还是要考虑布局空头呢？你既然认为行情是要反弹，为什么还要布局空头呢？因为这一轮行情还没有完全走完，上2轮行情以太坊都是下跌了95%都是下跌了95%。那么这一轮行情到达878这个点位上到达这个极限的低点，我们看到了从最高点到最低点跌幅是达到82%，距离95%还有一段距离。那到95%，我们认为行情能走到哪儿呢？我们测算了一下，如果下跌达到95%，那么以太坊将要达到$260附近。所以呢，当前$1600，我认为以太坊的价格是贵的如果行情能给我们机会，能给我们接触红线的这个机会那一定是我们布局空头的一个时间点。但是当前以太坊虽然出现了日线级别的小幅的调整但是它的反弹我认为还有机会所以多空和比特币类似的参考多头还有机会，空头呢要耐心等待这个位置出现。行情当中就这几点，一个是趋势，一个是位置，再一个是控制你的仓位控制仓位，也就是要分仓同时呢要设置止损，控制自己的手。那么山寨币最近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轮动我在前2堂课当中提到了 GMT、APE 这是非常有机会的，因为板块轮动，我们看到了从以太坊到这个存储板块 FL 到这个公链分别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上涨，但是市场上低谷在哪儿呢？市场低谷在这个游戏和这个NFT 板块还没有出现很好的上涨。这样呢比特币和以太坊在震荡回调回踩过程当中比特币看起来还有机会的这个过程当中这种游戏 GameFi 数藏也就是 NFT 同时存在了机会，板块轮动有可能轮到这里。在最近2个交易日我们看到了 APE 出现了连续的多头出现表现连续的新高，这个新高呢是反弹过程当中的新高。所以呢我认为在 APE 目前已经走出强势于以太坊的日线级别上涨息口之后，它有可能伴随以太坊走出什么呢？走出下一轮行情当中的周线级别的反弹。那这个周线级别反弹呢，最终会与它的下跌周线级别的下跌在时间级别上对称，但是点位上不对称一定要记住这一点，就是很多时候呢下跌和上涨的时间级别是相互对称的，但是它的位置不对称。虽然如此，但反弹它的幅度是大的你看从最高点到最低点它下跌了88%，但是从最低点到目前的反弹它已经上涨了156%，这就是行情当中非常很有趣的地方也是很多人喜欢做反弹的一个原因，因为反弹的利润确实是非常诱人非常诱人但是呢在行情当中无论你是多空一定要在进场之后设置一个你可以接受的止损，控制自己的仓位
好了，因为今天是七夕节啊，所以呢，今天简单说到这里。然后呢，希望大家能够积极的去购买我的这本《K 线西游战法》这本书，已经可以在当当、抖音、淘宝、拼多多上，这些平台可以搜到了。同时呢，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观看，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加入我的 Telegram 群，感谢大家，再见。